还是外面凉快。你喝了那么多酒，屋里又闷，当然会热了。那这也比徐德成凉快多了。这条街叫做凉丘，自然会凉快一些。这名字有什么典故？原本这里是一片荒地，因为来往的商贩喜欢在这里乘凉歇脚，所以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前面有一座西连山脉，山峰高大，绵延千里，挡住了大部分的热气，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比其他地方更加凉快一些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就称这里为凉丘夜街了。活得久真好，见多识广。这算是夸奖？当然了。那你之前来过这儿吗？来过一次，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反正今夜无事，不如你说来听听。也好啊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就是这儿了。这都是你画的？之前来凤凰城的时候，我都是在这间酒楼饮酒，当时酒烈兴起，便画下了这幅四序图。只可惜当时还没有换肉，眼睛看不清颜色，未能画下这人间烟火的全貌。我以前学画的时候，画堂的师傅总会将人生比作画卷，他们描绘人生的词语大多都是五颜六色或者五彩斑斓。我因为看不清颜色，所以一直未能画出一幅完整的画。可你的水墨画已经是登峰造极了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不仅想看清这个世界，我还想享受这个世界。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像这幅画一样残缺，我希望它有温度，有色彩。我想像一个凡人一样好好的活一次。我不想再嗜血狂躁，我要知礼仪，明善恶。我想要看到这世间的万千色彩，我也想拥有与这世界相通的一切感受，哪怕是痛，是伤，是怨，是爱。我还想尝出味道，我想将这人间美味一一尝遍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想包下京城最贵的酒楼，吃最美的佳肴，喝最烈的酒，大醉一场，好好的睡一觉。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活着坐着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，我敢疯敢梦，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。时隔这么多年，这幅画终于完成了。你的人生也会逐渐完整的。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，我敢疯敢梦不败火。那可是不全先生的画呀！你们陪我的话，抓住他们！走，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打！别跑！他们走远了。对了，你说战鬼人为了摆脱五罚，为什么宁愿选择培植剑木，妄图登天，也不用你的办法？力量是毒药，
一旦拥有，便无法割舍。我想，应该是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吧。对他们来说，转生为人是失去力量的过程，但对我来说，是弥补我人生重要的一环。其实，我并不完全是战鬼人。我的母亲是战鬼人，但我父亲是人族。人族和战鬼，他们怎么会？他们相识的时候，正是诸神消失、人间战火不断的时候。我母亲爱上了我父亲，为了他逃离了家族，割舍了责任，隐居山林，生下了我。那你的母亲一定很爱你，也很爱你的父亲。原本是这样，但可惜，我父亲是人族的探子，他接近我母亲，就是为了打探更多关于战鬼人的情报。我母亲知道后大怒，杀了我父亲一行人，把我丢在了大火之中。那场大火几乎烧掉了我所有的皮肤，我也因此换了一身皮囊，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。那之后，我就开始到处流浪。我不能去战鬼族寻找我的母亲，人族也视我为仇敌。那时的我孑然一身，天下之大，竟然没有一处能容得下我，所以我只能隐姓埋名，去寻找我父亲的下落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就遇到了我师父。你还有师父？他叫段玄英，在流波观闭关多年，很少有人知道他。他收我为徒，教我读书识字，练功修法。再后来，我就在人间游荡，因为我的寿命比凡人要长，容貌也不易衰老，所以我不得不频繁地更换着我的姓名和身份。起初，我入了皇宫，结识了苏太乙，后来，因为权力抽身，带苏太乙离开了皇宫，又结识了丽娘。那个平安客栈的老板娘。对。再后来，我实在无趣，就当起了江湖大侠。我在江湖中游历多年，发现江湖确实有趣，人情味也浓，所以做人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。再然后就去从军，做了县令。然后呢？再后来就遇到了你，受到了凌迟之刑。接下来的事你就都知道了。可是我都忘了，一点都想不起来。等我见到了楚音，一定让他第一时间恢复你的记忆。